肾脏在人体中呢有很重要的作用，如果肾脏出现问题，那么身体健康也会受到影响。对于男性来说，如果睡觉时身体2个地方大量出汗，就可能是肾功能出现问题了。第一处，后背大量出汗。我们后背呢是汗腺比较少的地方，所以呢通常不会大量出汗，但如果睡觉时出现汗如雨下的情况，就可能是我们常说的盗汗，这时要注意肾脏健康。第二处，腋下大量出汗。那正常情况下，腋下呀是比较容易出汗的地方，因为腋下汗腺比较发达。但是呢，男性晚上睡觉时发现腋下大量出汗，就要警惕可能是肾虚引起的，这也是肾脏出问题的一种信号。那肾不好的男性啊，平时要多注意饮食，可以常吃一些养肾食物，比如枸杞、桑葚、山药等等，能帮助提高肾脏功能，养护肾脏健康。肾不好的人早上起床后可能会有2种表现，大家要多留心。第一种表现，浑身乏力，没有精神。经过一晚上的休息和调整，早上起来应该是精神充沛的。但如果出现浑身乏力、没有精神，就可能是肝血不足了。那肝血不足会影响肝脏的健康。第二种表现，尿液发黄。正常情况下，尿液应该是淡黄色的，但如果早上起床后尿液是深黄色，排除是上火的情况，就要小心肝脏的健康了。因为肝脏不好，胆红素的代谢会受到影响，这样进入血液增多，尿液颜色就会发黄。肝脏不好的人可以多用一种水果皮泡水喝，那这种皮呢就是柚子皮。没事的时候可以将5到10克的柚子皮用沸水冲泡，等到水温适宜了再进行饮用即可。柚子皮含有很高的营养，具有润肺清肠、疏肝降火、养肝护肝的作用。火旺是生活中常见的，如果肝火旺盛，要从平时的饮食和生活作息进行调理。那对于下面这3种水果，最好就不要吃了。第一种，菠萝。菠萝味道香甜，是很多人喜欢吃的。菠萝的营养价值很高，其中含有很多糖分、碳水化合物以及膳食纤维，经常吃对身体有益。但是肝火旺盛的人就建议不要吃了，因为菠萝属于温性水果，会加重上火的现象。第二种，榴莲。榴莲大家都很熟悉了，榴莲含有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，而且它是一种大补的食物。对于肝火旺盛的人来说，榴莲属于温性水果，如果经常吃也会加重火气，让肝火降不下去。第3种，桂圆。桂圆吃起来很甜，但是它和榴莲和菠萝一样，也属于温性水果，也是不适合肝火旺盛的人吃的，所以碰到这种水果也要闭上嘴。肝脏有很强大的排毒和解毒功能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保养。如果肝脏不好，平时呢一定要注意饮食，记住少吃3种食物，肝脏或许会越来越好。腌制类食物。腌制类食物中含有大量盐分，如果经常吃会加重肝脏负担，不利于肝脏健康，所以肝脏不好的朋友最好不要吃腌制类食物。油腻的食物。肝脏不好的油腻食物也要少吃，因为吃得太油腻也会加重肝脏负担，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害肝脏。含蛋白高的食物。蛋白质本身对身体是有好处的，但是对于肝脏功能受损的人，建议少吃高蛋白食物，也会给肝脏加重负担，对肝脏健康不利。除了少吃3种食物，还可以多吃2种食物。第一种，绿叶蔬菜。绿叶蔬菜中含有很多营养物质，经常吃有很好的养肝护肝的作用，比如菠菜、芹菜等。第二种，含有维生素的食物。生活中很多水果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， 比如苹果、荔枝等。那经常吃这类食物对肝脏也有养护作用。肝脏是一个哑巴器官，如果肝脏出现问题，我们是感觉不到疼痛的。不过我们可以根据身上一些异常变化来判断肝脏是不是健康。1. 眼睛发痒。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，如果肝脏出现问题，那么眼睛也可能会有不舒服的情况。若是眼睛经常干涩、发痒，甚至有疲惫、肿胀的感觉，就可能是肝脏发出的信号了，需要及时检查，好好的保养肝脏了。2. 皮肤发痒。
平时如果不注意个人卫生，或者是出现过敏症状时，皮肤可能会发痒。但如果排除这种情况，皮肤出现瘙痒，同时还伴有明显变黄的情况，就要小心，很可能是肝脏出现了问题。因为肝脏出现问题会影响排毒和解毒功能，如果体内毒素没有办法及时的排出去，就会堆积在体内，这样皮肤也会受到影响，所以大家要注意。上面这2处发痒，如果你一个都不占，那真替你开心，说明肝脏还算不错哦。不知道大家呀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，胃是喇叭，肝是哑巴。当胃痛的时候你是有感觉的，但是呢没有人会说肝疼，所以呀我们只能从身上的一些变化来判断肝脏是不是出问题了。脚底干燥脱皮，我们的皮肤和内分泌有很大关系，如果肝脏出现问题，那么就可能会影响身体的内分泌，这样脚底皮肤就容易出现干燥、脱皮甚至干裂的情况。脚底皮肤发黄，正常脚底应该是红润有光泽的，但如果发现脚底皮肤变黄，就可能是肝功能异常，导致胆红素偏高，所以脚底出现发黄情况。脚底纹路变多，肝脏是负责解毒和排毒的，如果肝脏受损，那么就会影响排毒，血液健康也会受到影响。而我们的双脚距离心脏呢比较远，若是脚底纹路变多了，就可能呢是肝脏出现了问题。在家里做饭的，如果一顿饭吃不了，很多人又舍不得扔掉，就会放在冰箱里留着下一顿吃。那么隔夜菜到底能不能吃呢？下面的这2种最好扔掉，可以告诉家里人。第一种，绿叶蔬菜。家里如果剩了绿叶蔬菜，最好扔掉，千万不要隔夜，因为绿叶蔬菜在放置6小时后，硝酸盐含量就会升高，时间越长，对身体健康越不利。所以大家在吃绿叶蔬菜的时候，最好能吃多少做多少比较好。第2种，海鲜。海鲜也是不适合隔夜吃的，因为隔夜的海鲜，其中硝酸盐含量也会升高，而且还会产生一种蛋白降解物，会影响我们肝脏和肾脏的健康。那海鲜放置时间长了，也会滋生细菌，容易引起腹泻，所以大家尽量也不要隔夜吃，每天都要喝水。而有的人就喜欢喝白开水，那么问题来了，隔夜的白开水还能不能喝？很多人呢其实都喝错了，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。如果在炎热的夏天，隔夜的白开水中很容易滋生细菌，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喝。但如果是正常的环境，温度不是很高，那么隔夜的白开水中可能会繁殖一些微生物，但是对身体影响不大，只要水没有变质，没有受到污染，还是可以喝的。还有就是放在水壶中的凉白开也是可以放心喝的，但放在水杯中的就要注意了，最好不要喝。所以隔夜的白开水如果保存得当的话，还是可以放心喝的。那提醒大家，白开水放置的时间呢，最好不要超过3天，最好当天烧开的水当天喝。还有保存的时候，最好盖上盖子，以防受到细菌的污染。孩子长牙是很多妈妈比较重视的，正常情况下，宝宝在4到6个月大的时候就应该开始长牙了。但是呢，很多宝宝到了8、9个月还没有长牙，这时妈妈们就开始担心了，认为是不是缺钙导致的，然后盲目的给孩子补钙。其实孩子长牙晚并不一定是缺钙了，还可能和3个因素有关，妈妈们要注意。胎龄的问题，有些宝宝因为早产的原因，牙齿发育的时间不足，这样就会比足月的宝宝出牙晚一些。遗传的问题，其实出牙的早晚多少和遗传有些关系。如果爸爸妈妈小时候出牙比较晚，那么孩子也可能会遗传，而且男孩长牙也会比女孩晚一些。没有添加辅食，当孩子4个月大的时候，不要只给孩子喝奶，还要适当的添加一些辅食，这样可以给宝宝增加营养和刺激宝宝的牙床，对宝宝长牙也有帮助。话说10人9腰痛，生活中很多不好的习惯都会导致腰部受伤，所以好腰是要靠养的。下面教大家2个小动作，有很好的养腰护腰的作用。动作1，保持站立的姿势，两脚分开，稍微比肩宽一点，双手叉腰，保持均匀呼吸，然后以腰部为中心转动胯部，先顺时针方向转动30次，再逆时针方向转动30次，转动速度由慢变快，幅度由小变大，
注意转动的时候，上半身要保持直立。动作2也是自然站立，两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双腿微微弯曲，双手握成拳，然后先向左侧转腰。转腰的同时，两手手臂前后自然摆动，借助手臂的力量，一前一后的敲打腰部和腹部，向左侧转完，再向右侧转，这样反复做30次。这2个小动作可以帮助疏通腰部气血，有健肾强腰的作用。腰不好的朋友可以经常的做一做哦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